我早就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了，再加上昨天的3亿贷款，你们俩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陆成宇，你就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就算你不在乎我，但楠楠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舍得利用她，让她背负弃债？沈楠楠，我女儿，她存在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我是入赘到沈家的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是我的屈辱。既然如此，离婚吧。你还真是懂事儿，不然我还要担心甩不开你呢。现在，给欣欣跪下道歉。今天公司来新人了，做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沈楠楠，第一天入职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沈楠楠，以后你就叫媚楠了。肖主管，媚楠是指重男轻女、讨好男人，我从没有这样的行为。我赐名可是根据你们的特征取的。刚才你一进公司就东张西望，不就是想勾引男人？我以后公司里的人别学他那副对男人心术不正的做派。新来的你不知道吗？所有入职的员工第一天都要被领导赐名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。我爸的公司什么时候有这种企业文化了？肖主管辛苦给你赐名，你还不道谢啊？傻大鹅乖儿子，虎娘们，他给你们取这种绰号，你们也能接受？同事之间取个绰号不是更亲切些？不然直呼你大名多生分。你别说了，大家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的名字都是爸妈给的，工作沟通直接叫人名就好，没必要起这些代称。况且媚男这2个字叫出来并不好听。牛津大学商学院毕业，就你连公司企业文化都不服从，你当公司是你家开的？想来整顿职场，我劝你这种女孩还是把那些花花心思收一收。我们这里可是正经公司，不是你找男人的夜场酒吧。小姐可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，她立下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她是老板娘，那我妈是谁？她是老板娘，谁说的？是董事长亲自过来打的招呼，你别跟他唱反调了。公司已经好几年没有新人来了，我们这些老员工都是家里要供房子供小孩的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都不敢轻易辞职。他爱赐名就让他赐，反正只要不得罪他，一切都好说。听到没有？整个集团都是肖姐家的。一个新来的还敢跟董事长夫人大呼小叫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我爸是入赘到我妈家的，在我印象里，爸妈非常恩爱。爸爸记得妈妈的所有喜好，出差还会带礼物，节假日也会准备浪漫。我一直把爸爸当作找未来老公的标准，可现在，如果不是我非要从公司的基层做起，爸爸打算瞒着我和我妈到什么时候？新来的，我不管你是哪里毕业的，在我的公司必须遵守我定下的规矩。你干什么？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，你就别计较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早间点名。乖儿子到，虎娘们儿到，傻大鹅到，媚男，沈媚男，沈媚男，回复。我叫沈楠楠。你就别犟了，一个名字而已，公司每个人都有。就是你哪斗得过董事长夫人？工作要紧，别毁了自己的前途啊！还是乖儿子和傻大鹅识相。媚男，你可得跟前辈好好学学。媚男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快答应吧，不然真的会丢工作的。沈媚男，我老公可是盛世集团董事长，你如果不遵守规矩，被我开除了，以后在这座城市，我让你连个扫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我的名字是我妈取的，你没有资格给我赐名，我绝对不会答应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跟我犟上了是吧？滚出去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我明天来不来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我是总公司录取的，你没权利决定我的去留。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让总公司正式的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刘姐啊，您新录取的实习生
不服管教啊！我们这庙小，装不下这尊大佛。你是指新来的沈楠楠？对对对，这事儿有点难办啊。沈楠楠是董事长助理特意打过招呼，让好好照顾的，除非他自己辞职，否则我真不能开除他。什么？看来我给你赐的字很适合你啊。总公司的电话说你是董事长助理特意打过招呼的人，不就是走了哪个金主后门进来的？我就说我看人很准，叫你媚男，真是一点也没错。我还用得着走后门？你知道牛津大学在哪儿吗？什么档次吗？我们是来工作的，不是受他屈辱的。名字是我们生来就有的，不需要别人再填上一笔。乖儿子，傻大鹅，你们还真想跟着他一起造反？他背后有金主护着，开不开除都无所谓。你们有吗？好好想想你们的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奶粉钱、老人的医药费，你们敢丢这份工作吗？你这是在威胁人！我哪里威胁他们了？他们是自愿来公司上班的，没错吧？谁不想干，现在就可以滚啊！别以为有金主靠山，我就对付不了你。3天之内，我让你自己滚蛋！现在给我跪着，把地上的纸屑擦干净。我的岗位不是保洁，我是你的领导，你的工作任务是我安排的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放开我！让你擦你就擦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不干就滚！大小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大小姐来时特意交代，不许告诉别人她的身份。而现在这……陈助理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是董事长有事找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支开她再说。是的，肖主管，董事长让您到会议室开会。老陆真是的，一会儿都舍不得和我分开。爸真的在外面找小三了吗？媚男，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乖宝，上班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以为你是最好的父亲，最好的男人。爸爸，您在做什么？爸爸正准备开会呢。老公，我来啦。开会，恐怕是把公司当成你的后宫吧。乖宝，你先好好工作，爸爸先忙了。我的好爸爸，你演的可真好啊。沈楠楠，你妈妈来找你啦。妈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你第一天入职公司，我给你和你同事们买了些奶茶，你给大家分享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工作不开心？妈妈，我今天来公司发现爸爸有件事瞒着你。什么事？是你爸工作上出问题了？妈妈那么爱爸爸，就算是我说他也未必相信，还是让妈妈亲自去看吧。妈，爸和别的女人在里面，你进去看吧。他这不是在里面开会吗？不很正常？怎么可能？肖鑫刚刚明明进了会议室。沈媚男，你在办公室扰乱公司秩序还不够，居然还来会议室勾搭男人。楠楠，他是谁？妈，他就是……你就是沈媚男的妈？楠楠，他在说什么？什么媚男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女儿这个靠金主进公司的骚货，不就应该叫媚男？你胡说八道！你向我女儿道歉！敢让我们董事长夫人给你的便宜女儿道歉，老东西，你疯了吧？谁不知道公司是夫人的天下？敢让老板娘道歉，他疯了吧？想特立独行整顿职场呗？小的贼眉鼠眼，老的也不知所谓。别碰我妈！你是董事长夫人，陆成宇什么时候变成你的老公了？我们夫妻间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。董事长夫人不是我，难道是你这个人老珠黄的黄脸婆？陆成宇和我结婚30年，我当然是他老婆。你们家媚男的技术真是一脉相承啊，个个上赶着当小三儿，全公司都知道我才是这里的老板娘。就是，我们肖姐可是董事长亲自带来的夫人，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啊？媚男女儿有个媚男妈，母女俩想上位想疯了。好，那就让陆成宇自己出来解释。你这个老小三还想打扰我老公开会？整个盛世集团都是我父亲留下的产业，别说一个分公司的得失，就算是你还真是失心疯了。盛世集团有今天，全是我老公的功劳，跟你一个黄脸婆又是什么关系？让开！小新，你是害怕不敢让我爸出来当面对质吗？爸，你在发什么疯？
你姓沈，董事长姓陆，光姓氏就不是一个姓，还敢妄想自己是富家千金，做什么美梦？就是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我看你是想找你的金主撑腰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好啊，你是故意 P 图来恶心我，就是想让我和程宇离婚，给你让位是不是？你这个不入流的小三，还敢跟我妈叫嚣！保安呢？把这对媚男母女俩给我扔出去！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辛苦大家，散会。董事长，是银行林经理的电话。林经理，辛苦你了。是我们公司的贷款有消息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架起来！放开我！小姐别生气，董事长功成名就，这样倒贴的女人多了。就是他们这样的媚男婊越多，说明小姐您越优秀啊，不然董事长怎么会只爱您一个呢？去，给我拿根洗不掉的油性笔。既然媚男不会应声，我就把字名给他写脸上。媚男，等我把字写完，以后大家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，省得你还要做自我介绍呢。放开我！小喜，你会后悔的！再动我划烂你的脸！楠楠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脏不舒服？小心，我妈有心脏病，你放开我！我看你妈力气大得很，可不像心脏病人。吵死了！别打扰我老公开会。他们还真入戏，估计是惯犯。夫人，这种诈骗犯就该好好教训。糟糕，夫人怎么也来了？不行，必须得告诉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夫人来公司了，您快出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董事长，夫人和大小姐来公司了，现在就在门外。他们还遇上了肖主管，肖主管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欺负他们。什么？这个小心，平时嚣张跋扈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！您快去看看吧，夫人好像心脏病发了。小姐，我看那黄脸婆不像是装的。是啊，小姐，别真闹出人命了。楠楠，这不是还能说话呢？我看他就是装的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别怕，楠楠，妈没事儿。只吃药可不行。放心，我现在就让他们送你们去医院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？你们现在就送他们去医院，是送去郊区的精神病医院。是。你们都放开我！你们疯了吗？我妈如果出了事，你们都是从犯。你妈就是个小三儿，死了也活该。小希，你敢说实话吗？到底谁才是小三？媚男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全公司都知道我才是董事长夫人，你和你的疯妈一起去死吧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董事长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在公司大呼小叫？老公，你凶我干嘛？是这两个疯子非说他们是你的妻女，简直可笑。老公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才是你老婆。陆成宇，你给我交代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合法妻子？还有，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欣欣乖巧听话，伺候的我也舒服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楠楠才是我唯一的孩子。你们别听他瞎说，我的妻子当然是……老公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，可我们的儿子不能受委屈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是儿子，你检查过了？你确定？当然，我特意找朋友帮忙看的 B 超，确定就是儿子。老公，我怀的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可不能让人欺负我们。你，宝贝儿，你真是我的大功臣。我在此再次强调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，你们不要听信其他人的恶意造谣。你们，陆成宇，你居然真的敢出轨！不仅出轨，你连说出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妈，别因为渣男和小三生气，不值得。
你还敢说我是小三？再说，你一个姓沈的，怎么可能是我老公的孩子？我儿子才是姓陆的，谁是小三儿，谁是私生子？陆董事长心知肚明。陆成宇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妻子和孩子？因为入赘沈家，老头子终日镇夜防着我夺权，就连楠楠都不能跟我姓。在沈家卑躬屈膝那么多年，受尽屈辱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盛世集团董事长，是集团的实际掌权人，而你不过是一个依附我生活的菟丝花，你凭什么来管我？哼，风水轮流转了。这位女士，我认错人了，请不要在我公司污蔑我们。陆成宇，你居然为了小三儿和私生子不管楠楠名声，他以后是要继承公司的。你今天这样讲，以后让他怎么服众？你果然是个疯子。程宇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，你还敢带着你的女儿碰瓷？你这老婆子居然还想让你女儿继承公司，不要脸果然是遗传的。媚男，你别以为萧姐脾性，你和你妈就能欺负她，你们这是造谣，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妈妈，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，一个渣男而已，犯不上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就算是为了楠楠，我也必须挺住。要我负法律责任？好啊。陆董事长想报警吗？别报警！陆先生这是怕我报警。你们自诩被碰瓷的受害人，怕警察做什么？心虚了？闭嘴！我有什么可心虚的？老公，你拦他干嘛？公司现在正处于申请贷款的关键期，报警影响公司形象，什么事儿都不可以影响公司利益。也对，为了这种碰瓷的疯子不值得。但如果就这样放过他们，以后他们还闹怎么办？老公，我不是得理不饶人，是怕他们吓到儿子。董事长，不如您亲手在媚男的脸上写上字，让他顶着这个名字在公司内外走个3圈，看以后他哪还有脸再欺负萧姐。董事长，他们母女俩是自找的，您小惩大戒也是为了萧姐的孩子嘛。哎，老公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一定是宝宝也被他们气到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楠楠，你懂事些，让一让你还没出生的弟弟。一个女孩能成什么事儿？集团以后不都得指望你弟弟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不仅得把沈家的家产拱手相让，还得对你的小三和私生子感恩戴德？只是被你妈惯坏了，给你些教训也好。你会后悔的。哼，我唯一后悔的，就是没有趁早教育好你。陆成宇，你敢碰我女儿一根手指，我饶不了你！你居然还敢朝程宇动手，他可是董事长。你刚刚不是问为什么我女儿姓沈不姓陆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他陆成宇是入赘到沈家的，盛世集团姓沈不姓陆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给我闭嘴！多年夫妻，我居然今天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陆成宇，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，你心里清楚。不管你有多少私生子，我女儿沈楠楠才是盛世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你只是代管公司而已。这是你亲口答应我父亲的。集团现在尽在我的掌控，凭一句口头承诺就想夺我的权，可笑！公司的管理权归是谁，可不是你随口说说的。我是董事会选举出的董事长，这件事人尽皆知。你有什么证据是你说的算？我家的事儿，公司老高管们都知道。当初你嫁给我妈，他们可都来参加过婚礼。现在我就请他们全都来作证。好啊，我看你能找来谁给你作证。他这么自信，难不成叔叔伯伯都被他收买了？不可能，他们都是我外公亲手挑选安排给妈妈保驾护航的。即便他许出重力，他们也不可能背叛我妈妈。喂，赵叔叔，您在公司吗？我3年前就离职了。什么？您3年前就离职了？钱伯伯您好，您也离职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些碍手碍脚的老东西早就被我赶出公司，现在管理层都是我的人，没有人会帮你们。他们都是集团元老，你为了夺权，居然把他们都逼走了。小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能随便打几个电话就朝我泼脏水。我们集团的人事调度都是合理合法的。我脾气好，不与你计较。换作是别人，早就把你和你妈妈赶出去了。媚男，真以为别人都是傻子？你装模作样打几个电话，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？如果真能那样的话，我还说集团是我的呢。我看还是让保安把他们赶出去吧，别让2个疯子影响了萧姐胎教。我还有一个电话没打，
你还要耍什么花招？只是再打一通电话而已，陆先生，你不会不敢让我打吧？他可是外公留给妈妈的底牌，哪怕你在公司只手遮天，也绝对动不了他。楠楠，你别跟你妈一起胡闹。公司现在是我的天下，你爸安排的那几个老东西帮不了你。只要你老实听话，就还能继续做董事长夫人。夫人？你的夫人不是她吗？我可不敢当。你难道还敢跟我离婚？我告诉你，集团离开我3个月内就会破产，到时候你们可不是什么夫人小姐了，都得流落街头。不劳你操心，我们沈家有继承人。她一个女孩，今天还第一天到公司上班，她懂什么？我能不能经营好集团，不劳你费心。现在重要的是真相。我还有最后一个电话没打，陆先生，你别岔开话题。这丫头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但那些老家伙早就不在公司了，她还能找谁？你不敢吗？老公，他要打电话你就让他打，他就是故意这么说，吓唬你呢。对啊，他要是真有办法，还能打那么多电话都碰壁。董事长，我们都相信您。是啊，董事长，他们就是诈骗犯。不管他叫来多少同伙，我们还能不知道您才是董事长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找来谁？喂，是我。这丫头到底给谁打电话？老公，等会儿就让保安把他们都送进精神病院吧，他们太烦了，儿子都不开心了。你摸摸，儿子都踢我了。公司已经在我的掌控，谅他也翻不出什么老话。乖儿子，听话，别闹妈妈。等会儿爸爸就给你出气。对，我现在就要停止陆成宇在公司的一切管理权。沈楠楠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是董事长，谁能停止我的管理权？媚男，你胡说八道都不过脑子打草稿吗？真是疯了！居然还想停止董事长的管理权？媚男啊，你是为了逗肖姐开心，故意扮小丑的吧？我有没有权利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。沈楠楠，你现在带你妈离开，我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，不然我可不保证我会做什么。你别拖延时间了，我老公不可能承认你们俩母女。我沈家的大小姐，不需要他来承认。他不是沈家的老管家吗？跟了老头子40年，说话比我这个女婿都管用。不过嘛，一个佣人能翻起来什么老话？大小姐，我来迟了，让您和楠楠小姐受委屈了。别这么说，是我不中用，还要让您为我操心奔波。大小姐严重了，陆先生，我已根据盛世集团最大股东楠楠小姐的要求，停止你的一切管理权。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谁不知道我老公是董事长？他怎么可能是最大股东？我以为你只是换，没想到你还如此愚蠢。董事长是董事会选举产生的管理者，与股份占比没直接关系。我说的对吧，陆先生？可恶！老头子防我像防贼一样，一丁点股份都不给我。不过这些年我可没少花心思在其他股东身上，即便董事会重新投票，他们也不可能罢免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能拿出证据证明你妈是董事长夫人吗？我当然有证据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有结婚证？结婚证一直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，他怎么可能拿到？为了保护大小姐，在老爷子去世后，他的所有证件都由我亲自保管，包括结婚证。陆先生的保险柜里可能混进了假东西，居然把结婚证调包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会吧？居然是结婚证？难道小姐真的是小三儿？闭嘴！你们还真是准备充足，居然连假证都办了。这位女士，造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拿的是假证？这还用什么证据？我老公可是盛世集团董事长，他都亲口承认我才是他的妻子。你随便拿一个破证出来，还能比董事长的话更有公信力？对，你怎么证明这个结婚证是真的？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小星，你干什么？肖姐怀着董事长的儿子，你还想朝他动手？肖姐和小少爷有个闪失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沈楠楠，你敢吓到我儿子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孕妇，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孕妇抢东西那么快的。你别污蔑我，我是为了看清楚这结婚证的真伪。这个
果然是假结婚证。欣欣说的对，这当然是假证。你做什么？当然是帮你们毁灭罪证了。媚男，不要太感谢我。小心，你故意毁坏他人证件，我破坏谁的证件了？一个假结婚证撕了又能怎么样？行了，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？我看这件事就算了。算了，凭什么算了？你还记得你每天在我妈面前说的那些话吗？爸爸，您可是集团的董事长，在家这样伺候妈妈，传出去了会被人笑话的。董事长怎么了？我只是给老婆打工干杂活的。我当董事长是为了让我老婆能安心享受生活。只要我老婆开心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什么。看来你已经完全忘记了。也好，既然你无情在先，我也不与你客气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便由我代替老董事长宣读遗嘱。那老东西居然还有别的遗嘱。这几个人都是胡搅蛮缠的，在他们面前读遗嘱也没有用，说不准还会像结婚证一样被撕掉。倒不如在董事会上给他一个惊喜。李叔，我妈身体不适，还是先送她去医院吧。好，我听楠楠小姐安排。不行，我得陪着楠楠。我不会有事的，妈，你先去医院，身体最重要。是啊，楠楠小姐向来聪慧，一定可以处理好的。妈妈，你放心去医院，这里的事我一定会解决妥当。老家伙要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算了，只要不是当众读出来就能解决。老公，怎么能就让他们这么走了？欣欣，算了，他们吵个没完，对儿子也不好。我不管，他们不受到惩罚，我心情不好，我不开心，儿子也不开心。在我家公司大吵大闹一趟，现在想走就走，你们想得美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都给我送进精神病院去！我看谁敢！你们居然还敢动手！保安，其他保安呢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我能处理好。李叔，辛苦你照顾好我妈。你们留下，务必确保楠楠小姐的安全。是。老公，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，他都把我们儿子吓坏了。我儿子当然是最重要的。来人，把他们拦住！尤其这个老东西，把他一起带走。陆成宇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刚来公司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是李叔每天陪着你，亲手教你管理公司的。我当然没忘，就是这个老东西骗我签什么永不占有股份的协议。老头子死后，要不是他王八似的躲了10年，我早就把他弄死了。董事长，银行的林经理来了，刚刚到楼下。真的？快把林经理请到会客室。老公，还没处理他们呢。行了，没多大的事儿，让他们走。办下贷款才是最要紧的。你别不懂事儿，闹出动静耽误了贷款，我唯你是问。哼，蠢女人！只要这笔贷款一到，我就完成了所有财产的转移。到时候我就带着我儿子出国，那些巨额债务就全部交给你和你女儿。连儿子和小情人都顾不上我，看来这笔贷款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真让他们走？要不我叫保安来？蠢货！贷款那么重要，万一他们疯子似的闹腾，影响到公司形象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肖姐，是我想错了，便宜你了。现在带着你的疯妈立刻从公司后门滚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走。美男，你还没死心？放开我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沈楠楠，你赶紧放开肖姐！对，这里可是有监控的，肖姐是孕妇，出了差错你们赔不起。肖鑫，既然贷款那么重要，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去准备茶水点心，伺候好林经理？你去让保安拦住他们，不许放他们出去。等我办完正事再来处理他们。好。乖宝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。李叔，辛苦您帮我查下陆成宇近几年来在公司的动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林经理，
辛苦您亲自跑一趟。陆先生你好，您是带了贷款协议来的吧？贷款审批通过了吗？贷款审批已经通过，我这次来是需要盛世集团签字确定。林经理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就可以签字。哎呀，您看我这记性，高兴的都忘了正事儿。今晚我做东，请您务必赏光。不好意思，陆先生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您在盛世集团的一切管理权均被剥夺。这份文件您无权签字。我是董事长，谁能剥夺我的管理权？除了我，还有谁能签字？我能签。沈楠楠，你还敢跟过来？林经理，这是我们公司一个不懂事的员工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沈楠楠，你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敢在林经理面前发疯，你是活腻了吗？沈小姐，许久不见，沈夫人最近身体可还好？他怎么对这个骗子那么客气？家母一切都好，感谢您关心。沈小姐，这份贷款文件您看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您签字后会立即批复。他能签？凭什么他能签？凭我是盛世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我不仅有权签字，也有权随时终止某个长工的贷款权。老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公，陆先生何时与沈夫人离婚了？怎么没通知我？我们银行是看在沈家信用倍数的份上，才愿意批3亿贷款给你。如果你与沈夫人离婚，我们连3000万都不会贷给你。林经理，您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和楠楠妈妈离婚呢？这只是误会。楠楠，这笔贷款对公司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文件我已经审批过了，你快签，别让我们的家事耽误林经理的时间。这位先生，我和你不熟，别来碰瓷。我是你爸。陆成宇，你说你是他爸，那我怀的是谁的孩子？难道那个黄脸婆真的是你老婆？你给我闭嘴！楠楠，你听我解释，肖欣她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人，我朋友为了救我去世，临终前托我照顾她，所以我刚刚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相信爸爸。果然，你爱的只有自己，妻子女儿你不要，情人儿子也不如你自己和钱重要。乖女儿，你听话，先把爸爸的职务恢复。爸爸是董事长，怎么可以被革职呢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过是我们沈家一个干杂活的，而我妈妈是盛世集团大小姐，开除你还需要理由？你说的对，但是楠楠，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都要以公司利益为重啊！好一个能屈能伸，难怪妈妈被骗了这么多年。楠楠，听爸爸的，快把贷款合同签了，公司急等用钱，我们不能再拖了。楠楠，我这就让他给你道歉。程宇，你干什么？你先道歉，让他把合同签了。我错了。楠楠，他道歉了，你现在可以签字了吧？只要你签了字，就等着和你妈一起生不如死吧。楠楠，怎么了？我看他的眼神似乎很不服气啊。你在公司作威作福，现在还不知悔改，给我女儿磕头道歉！陆成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还怀着你还敢胡说八道，闭嘴！楠楠，你满意了吗？满意，很满意。沈小姐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林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楠楠是我女儿，我还能害她吗？多谢您，不过我不需要考虑。辛苦您了，我送您出去。好的，沈小姐，
请随我去银行办理余下手续。楠楠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不必，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工作。至于你，还是留下来照顾孕妇吧。楠楠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和他有孩子？楠楠，那你办完事快回家，爸爸给你做饭。星星，你怎么样？我儿子没事吧？你儿子要委屈死了，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那可是3亿，只要贷款到账，我就能把它转移到我的海外账户上。到时候我带你出国，咱们后半生就衣食无忧了。所以，沈楠楠他们不仅没有钱了，还要背3亿贷款。哈哈，当然，公司的现金早就被我转移了，他们想卖公司还钱都不可能。我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，你安心养胎，把我儿子照顾好。我知道了。但你骗我你没结婚，你还打我，你得补偿我。乖，想要什么自己去买。我这几天得哄着那娘俩，不能陪你。好。沈小姐，您这样做实在有些冒险。我知道，但我实在不想与他们浪费时间。可这事儿最多能瞒3天，您有其他准备吗？3天足够了。妈妈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没事，你那边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您放心吧。对不起，宝贝儿，是妈妈太信任他了，连累你也受委屈。这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妈，你安心调养身体，别的什么都不用想。李叔，都查清楚了吗？查清了。他在5年的时间里，通过合作项目等手段，抽空了公司80%的资金，转移到海外。楠楠小姐，如果硬要与陆成宇翻脸，公司恐怕撑不过1个月。没事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让您帮我准备的东西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但是明天就动手的话，是不是太急了？让人恶心的东西，自然要尽快处理干净。肖姐，你也太大方了，我们哪配背这么好的包啊？是啊，肖姐，你对我们太好了。看你们俩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就是2个包吗？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？肖姐，您是董事长夫人，我们俩在你面前可不就是土包子吗？而且肖姐还怀着董事长的继承人，什么好东西都应该是你的。哼，还好这俩傻子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还能继续利用他。唉，可我一想到沈梅南的死丫头就烦得胸闷，偏偏我老公非说要为了儿子积德，不许我动他。他那种小角色，哪配让肖姐您心烦？交给我们收拾他就好。明天的公司年会他一定会去，到时你们给他个惊喜。没问题。肖姐，你怀孕呢，孕妇不能喝咖啡的吧？你怎么办事的？我怀孕呢，你给我准备咖啡。我不知道您怀孕了，你也没说。啊！你办不好事儿还有脸狡辩，我看你就是故意要害我们董事长夫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肖姐，他这样故意害你，我们报警吧。对，我现在就报警。算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去别家店吧。你就感谢我们夫人脾气好吧。哼。李先生，她刚刚离开，我觉得她根本没怀孕，要我现在去拆穿她吗？你什么都不必做，小姐自有安排。听说她怀孕了，这下我们更没好日子过了。嘘，这玩意敢在外边说，不要命了。我听说昨天那个新来的和他对着干，最后怎么样了？他出去之后就再没回办公室，可能被赶走了吧。现在的年轻人总想着整顿职场，结果都把自己搭进去了。傻大鹅，给我拿一杯气泡水。没眼色的东西，我要的是1杯，你给我拿1瓶，让我怎么喝？对不起，我这就去换。蠢货，离开公司连扫马路的活都轮不到你。你这么嚣张，离开公司出门就得被打死吧？
就是那个新来的，居然还敢来，主管不得把他皮扒了。媚男，你还真敢来啊？当然。肖主管昨晚给我发了23条信息，热情邀请，我当然得来。好，来了就好。按照我们公司的规矩，年会上每个人都要做总结，今天就从新人开始吧。媚男，去吧。他刚刚入职1天，能总结什么？按规矩，每年总结会办事最少的人要被每个人打耳光。他今年被保送了。你别听他的，快走。我昨天刚入职，工作做得少，只能为大家奉献一段董事长夫人的精彩演出视频。拦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敢不听董事长夫人的，都滚开！这是我陆家的女儿，你也敢动？她不是董事长夫人，沈楠楠才是董事长千金。难怪，这视频是假的。沈媚男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才是董事长夫人。一个小三在公司作威作福，还敢欺负到正牌千金头上，我早就说嘛，董事长夫人怎么可能是这种做派？这是警方调查后做出的确定监控录像真实性证明。肖鑫，你就是小三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拦住！我们也是被他骗的，谁敢和董事长夫人对着干啊？就是，我们和你们一样，都是受害者。你们俩收了我那么多好处，居然敢背叛我！谁背叛你了？我们又不是你的狗，凭什么听你的？我宣布一个通知，鉴于肖鑫主管近年来对公司的付出，我决定以肖主管最喜欢的方式给予他奖励。在场的每一个被肖主管赐名的人，今天都可以给他赐一个名字。沈楠楠，你敢！这不是你推崇的企业文化吗？我是尊重你的喜好，我看你们谁敢！我敢。傻大鹅，你想造反吗？沈小姐，我给她赐名，不要姓，就叫坏女人，让所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就离她远些。就是破坏别人家庭就该得到惩罚。我最看不起小三了，就该打！都闭嘴，闭嘴！我是董事长夫人，我看出你们。肖小三还做着董事长夫人的美梦呢，大小姐就在这儿站着呢，你能开除谁？盛世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是我女儿沈楠楠，你是哪个董事长的夫人？我杀了你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沈家的老疯子仗势欺人，殴打孕妇了。我怀的可是陆成宇唯一的儿子。她真怀孕了，不会出事吧？豪门都讲究生儿子，她要是真怀了董事长的儿子……李叔，快打120，把这位孕妇送到医院去，从头到尾检查一遍。我不去，谁知道你们要把我送哪儿去？对，我不能跟你们走，你们就是要害我的儿子，他根本就没怀孕。傻大鹅，你找死！沈小姐，她不可能怀孕。前天夜里，她还让我去买卫生巾。前天晚上11点，肖鑫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给他买卫生巾。我在超市买的，他不高兴用，让我从城南跑到城北的进口商店买的。这是我买时拍下的照片。来，解释解释，你怀孕为什么还要用卫生巾？我要卫生巾关你什么事？我家人用，不行吗？你撒谎！沈小姐，她是孤儿，根本没有家人。昨天他还喝咖啡了。你两个贱人，敢污蔑我！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？孕妇，沈楠楠，你是怕我生下儿子跟你抢家产对吧？这些人都是你提前买通的。救命啊！沈楠楠要打死我儿子！沈楠楠，你放开肖鑫，不许动我儿子！陆先生，你昨天可是说
肖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昨天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贷款合同你已经签了，我还要你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用？老公，沈楠楠疯了，她买通了这些人，要害死我们儿子。沈楠楠，现在立刻向欣欣道歉！我要她跪下向我磕头认错。董事长居然当着元气夫人的面维护小三儿，难不成肖鑫真的怀孕了？她有没有孩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大小姐输了，那我们就惨了。对，就按欣欣说的，沈楠楠，你跪下道歉。陆成宇，你到底有几副面孔？昨天刚刚跟楠楠认错哭诉，今天又来维护你的小情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你们为我这些年受到的屈辱付出代价。不妨告诉你，昨天我对你们说的那些话，只是为了让沈楠楠签下贷款合同。我早就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了，再加上昨天的3亿贷款，你们俩就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陆成宇，你就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就算你不在乎我，但楠楠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舍得利用她，让她背负巨债？沈楠楠，我女儿，她存在的每一天都在提醒我是入赘到沈家的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是我的屈辱。既然如此，离婚吧。你还真是懂事儿，不然我还要担心甩不开你呢。现在给欣欣跪下道歉。大小姐，没有问题。楠楠，办你的事儿吧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妈现在只有一个空壳子公司，你要是能把欣欣哄开心了，再好好求我，我带你出国也不是不行。干嘛带他出国？儿子出生之后需要人照顾啊。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勉强配给我儿子当保姆。也对，等儿子长大了就把他嫁出去，还能给儿子铺路。你就那么确定你心心念念的3亿贷款已经到账了？我来之前已经与林经理通过电话了，3亿贷款10分钟内到账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给银行留的账户是我的个人账户。沈楠楠，你可真是个好姐姐，公司都被搬空了，还要给我儿子拿3个亿，我替他谢谢你和你妈哦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公司要倒闭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快辞职啊！难道要等拖欠工资再走吗？你们别乱说，我相信沈小姐，她一定有办法。10分钟吗？我觉得不需要等那么久。你什么意思？林经理，我这里事情结束了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沈小姐客气了，原本就是没有签字的贷款合同，我只是以个人身份帮您打一通开玩笑的电话而已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你签字的。你确定你看到我签的是自己的名字？林经理，沈小姐那边您真的要帮忙吗？行长能同意吗？沈家老爷子曾经屡次帮助我们银行，沈小姐遇难，我以私人名义帮她打一通电话而已，行长不会不同意。不可能，林经理明明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不可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不对，这不可能！你以为你们演出戏给我看，我就会帮你贷款？我不是肖鑫，没那么蠢。你还敢骂我？就算你没签贷款又能怎么样？盛世集团已经没有钱了，你们照样要破产。是啊，即便没有贷款，公司也被陆成宇搬空了。女人当家就是不行，还是赶紧写简历找工作吧。你们沈家奋斗了3代人的家业，都归我了。就凭你一个赘婿还能翻出花来？各位，请暂时不要惊慌，我以沈家长女的名义担保，即便公司遇到难处，也绝对不会克扣员工薪水。沈夫人，我相信您。我们宁愿被肖鑫欺负，也要留在公司，不就是因为工作不好找？现在急有什么用？
不妨听夫人和沈小姐说完。楠楠，你继续。李叔，把人请进来吧。我们接到举报，盛世集团董事长以权谋私，转移公司资产，现依法调查拘捕。沈楠楠是董事长，他妈刚刚说过的，他是董事长，你们抓他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污蔑我女儿？我说错了吗？现场所有人都听到你亲口说你女儿沈楠楠才是集团董事长。老疯子，多谢你啊！对，沈楠楠才是集团董事长，她应该对所有事负责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才是盛世集团负责人？是他，是他。陆成宇，我女儿昨天才上任，转移资产是在你的任期内做的，你以为法律会不看事实，只听你们狡辩吗？您好，我是盛世集团现任董事长，我在发现集团财产被前董事长陆成宇转移后报警，并申请冻结陆成宇的所有海外资产。这是我的报警回执。沈楠楠，你居然敢举报我，还敢冻结我的钱！不然呢？难道还要我维护你这个偷取沈家家产的小偷吗？还有，那是我们沈家的财产，不是你的。我是你父亲。可别，你是有儿子的，我可不敢当你的女儿。经过核实，陆成宇先生涉嫌转移盛世集团资产，现依法拘捕你。这是我家公司内部的年会，你还要赖在这儿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各位，非常抱歉，由于公司管理层失察失职，给各位带来了十分痛苦的经历。从今往后，盛世集团内部没有任何企业文化，我会安排财会部门重新核对并进行审计工作，把这些年来各位的奖金如数补发。希望我们可以愉快体面的以工作换取应得的报酬。沈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也是被肖鑫骗了，真不是有意为难您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将功补过。我知道肖鑫的秘密。说吧，我是不可能把你们继续留在公司的，但可以给你们正常办理离职手续，这样你们也不会找不到新工作。可是我们不要就算了，在行业内封杀你们也并不麻烦。沈小姐大人大量，我们正常离职就好，谢谢您。谢谢沈小姐。交易达成，说吧。沈小姐，肖鑫他其实……小贱人，居然还敢报警！不行，我跟了姓陆的这么多年，不能什么都捞不到。喂，刘哥啊，我是欣欣呐。程宇让我去取他放在你那儿的东西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现在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等我拿到东西，沈楠楠，你就等死吧。辛苦刘哥了，我这就把东西给程宇送过去。我听说陆哥出事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拿这些东西是要去救他？对，沈家那母女俩想要老陆的命，我得去救他。沈家家大业大，尽管这些年沈夫人不管事，也有许多人会帮他。陆哥那边你自己能行吗？刘哥，我的确有些慌，毕竟我现在怀着程宇的骨肉，他们一定想把我也除掉。但我有另外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只是太危险了。危险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只管说，为了陆哥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好，你听我说。乖宝，你不用担心妈妈，医生说了，只是调养几天就可以。你专心工作，妈没事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受人之托，请沈夫人去谈一谈。是肖鑫让你来的。哼，你倒是不笨，把他带走。妈，
有东西，我今天非要出了这口恶气才行。行了，办正事儿。这里都是盛世集团的机密文件，你给我10个亿，不然我就把它公之于众。这些都是陆成宇给你的？当然，这是程宇给我的保命符。我怀着他的儿子，他当然得给我留后路。你是沈家大小姐又怎么样？程宇对你只有恨和算计。你说这些话是以为我还深爱陆成宇？可笑！你口口声声说我女儿媚男，其实你才是最媚男的那一个，处处依附男人，甚至还装怀孕来骗他。他说什么？你没有陆哥的孩子？怎么可能？我当然怀孕了，刘哥，我早就说了，沈家母女就是想害老陆的孩子。刘哥，你别愣着了，只有他把钱拿出来，我才能救老陆。把钱拿出来，机密文件给你。你就这么相信萧欣？如果他拿了钱跑了，不去救陆成宇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不用挑拨离间，我当然是要救程宇的。那你可以直接用机密文件来威胁我，何必多此一举要钱？小兄弟，你冷静下，绑架、杀人，这都是能判死刑的。如果你把自己搭进去，陆成宇还没有得救，你对得起陆成宇的信任吗？刘哥，你别听他胡言乱语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。只要你答应放过陆哥，我可以去自首，我也不要你1分钱，只要陆哥人活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行，你必须给我10个亿。萧欣，你还真是不知悔改！刘哥，救我！别动他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想要什么？你放过陆哥，还有潇潇姐和她的孩子。你仔细看看，这是萧星的病历单。不，那是假的，是沈楠楠编造的。她3年前就做过子宫切除手术，怎么可能有孩子？你骗我！沈楠楠，你这个贱人，不许碰我手机！他已经定好偷渡出国的路线了，你还以为他会拿着钱去救陆成宇？假的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刘哥，你别信，救我，快救我！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你别伤害我妈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不行，我可以不管他的死活，但你们必须放了陆哥。王八蛋，你敢放弃我，陆成宇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太不了解陆成宇了，他为了利益，连发妻和女儿都能背叛，又怎么会在乎你？不可能，他是爱我的，他给我钱，给我权利，他是爱我的。他爱的只有他自己，或许还有他的儿子，可惜你没有孩子。你真愿意为了陆成宇卖命？他救过你全家吗？对，陆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就要被催债的砍手砍脚了。你别说那么多废话，放过陆哥，我不伤害你妈。如果你不那么犟，我真不愿意破坏你的美好想象。你的债主是他的亲信，他目的就是用救命之恩控制你，替他办脏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楠楠小姐，不可能，陆哥是好人，陆哥救了我。傻丫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妈，我没事的，划了一下而已，不严重。快，把车开过来，送楠楠小姐去医院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沈夫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真害怕了。
不是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们磕头，我道歉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沈楠楠，你不得好死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乖宝，不听他胡言乱语。好，我不听。大小姐，你和楠楠小姐先去医院吧，这里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别放过他。是。沈夫人、沈小姐，感谢你们的举报和配合，笔录已经做完了，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好，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沈楠楠，我想明白了，是你故意让刘哥去绑你妈的，对不对？为了弄死我，你连你亲妈都舍得算计。萧心，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你还不配让我妈以身涉险。呸！你要不是早知道，怎么可能来得那么及时，还准备那么充分？那你得去问你的2位好朋友了。萧心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叫刘哥的，是董事长心腹，他还去给刘哥送过一个很厚的文件袋。那次是我开车送他的，碰到急刹车，文件散出来了，我看到那里边装的都是公司的机密文件。贱人，都是墙头草贱人！罪犯陆成宇因挪用公款且数额巨大，教唆他人行凶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罪犯肖鑫因教唆他人绑架勒索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罪犯刘丽因绑架勒索、故意伤人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妈妈，您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惋惜。他装得太像了，我都以为是真的了。怪我，是我引狼入室，是狼的错，不怪妈妈。老婆，楠楠，我错了，你们原谅我吧，老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沈楠楠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以为赶走我你就能大权在握？集团是个空架子，我等着看你破产的那天。那你努力活，300-500年后或许能见得。公司的损失需要一定时间逐步追回，因此近段时间我们的流动资金并不充足，大家要准备了过苦日子了。楠楠，你可太逗了！楠楠，工资我可以不要，你管我饭就行。我表个态啊，年轻人生活压力大，待遇不能差。我这老头子没啥讲究的。楠楠，你先顾着别人，不用管我。钱不够跟叔说，咱们这些老骨头凑个700-800万的没问题。谢谢各位叔伯，感谢各位叔叔伯伯慷慨解囊。不过我也不能让大家太委屈啊。沈小姐，您申请的贷款已经批复，您看看合同。10亿，这么多？当然，我们银行是盛世集团的至交好友，行长要求我们尽全力帮助盛世集团渡过难关。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因陆成宇造成的集团损失已经尽数追回。第二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还清银行贷款。感谢诸位1年来的付出，但我们的脚步不能停止。接下来开拓海外市场。